这段期间，我觉得神透过了很多很多年前神给我的安排跟带领，跟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磨难，然后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其实也是被神隐藏住的，对不对？隐藏在特定的地方，然后遇到特定的人，好，他成长在那个家庭，尽管不受重视，他后来服侍在扫罗的身边，好，做一些弹弹琴啊，帮忙拿武器这样的小工作。可是他也没有说啊，这是小事，我才不愿意干呢。没有，他就尽心的把它干到好，对不对？然后直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神把他带到该带到的位置。好，那我们要侍奉神，其实能力当然是一方面的培育，但是我觉得心智是更重要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对，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有生命的承载力。好，生命的承载力没有办法在从表面看出来。哦，你侍奉多久啦？好，怎么样？没有，你必须透过，我觉得是需要透过艰难、困苦、考验，好，不得已的时候，那些在人后对黑暗之处，你孤独前进，没有掌声，没有肯定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你能不能承载得住，能不能够继续的前进。就神也是在不断的测试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被神托付还有信赖的人。好，就我们有时候向神求，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那个？为什么他有这个？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你小事让你忠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愿不愿意做呢？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没有，怎么说，没有考试过关，神为什么要把更大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小事上有没有忠心？你不要看这没什么，我就不理他，我也不珍惜这个侍奉的机会。对，你觉得是小事，可是在神眼中，也许我们已经被打分了，对不对？分数已经扣光了。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尤其是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但神看见，这些都是更重要的。嗯，那师母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怎么看，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在教会里，就是很希望别人重视他呀，或者神给他一些机会呀，让他能够就像你说的，曾经你遇到过的那个人，就是我看到别人在台上发光，我不能发光啊，我心里很不舒服啊。那这个就是他纠结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属灵里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好，我自己的体会哈，耶稣说我们要做盐，还有做光，对不对？好，那做盐跟做光是做盐放在前面。好，那做盐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当这个盐发挥功能的时候，其实是消减自己，他自己要没有嘛，对不对？而且他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盐的功能，对不对？它就融化掉了。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没有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没人注意到盐的存在，对不对？好，其实盐是这样，那光是谁都看得到的嘛，对不对？吸引人的嘛，在台前的嘛，在人前的。好，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侍奉方向，两个都需要有人做，而且上帝也都重视这两个。对，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做看不见的，好做盐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上帝要让你做光呢？对不对？那但做盐还是做光，这个是神的选择，这是他摆放的位置，不是我们自己来要求的。啊，就是我要这样恩赐，我要那不是你的恩赐是神给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侍奉的岗位是神安排的，我们要愿意去顺服这个权柄，不然的话，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到底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野心，成就我们自己的欲望，还是为了要侍奉自己的呃成就感？还有抓住那个安全感，到底我们侍奉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太多人，我们看扫罗就知道，嘴里说侍奉神，对你做的一切我都遵守了，对不对？但是有留了那么一点给自己哈，那神就厌弃他了，对不对？那我们从大卫跟扫罗之间的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就是
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想要什么，可是神知道啊，对不对？我们的心如何，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是神说了算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忠心顺服，我们真的是在小事上也愿意侍奉，神会给我们机会，神也看得到。但是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做盐跟做光，好，为什么做盐放在前面？做盐比做光难啊，对不对？好，成为器皿，成为能力的器皿啊，他会这个讲道，他会这个音乐敬拜哈，不容易，很难得，对不对？好，但是你如果成为生命的承载的器皿，然后要爱那些不可爱的，然后承载那些难以承载的教导，那个生命的器皿，那是更难锻造的一个器皿，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多人，对不对？羡慕那些才能高的啊，这个恩赐强的啊，发挥在人前的。但是我认为啊，上帝其实更看重，还把做盐放在做光的前面。对吧？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悄无声息，我们要发挥的就是不在人前大声，对不对？不然那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但是神也的确把一些人放在人前侍奉啊，那如果是神放他去，他也必须忠心，对吗？但是如果是我想要，对，我也听过有牧师师母，就是哎呀，有个老太太来找他，就说神感动我，让我上台讲道哈，所以这礼拜让我上台讲道，他有可能让你去讲道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不是你自己觉得有感动，你想要挂了一个神感动我，你就能爱干什么干什么，不是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是要去听从我们教会里面属灵遮盖，就是我们的牧者，因为他们是替我们的灵魂守望，所以他们要交账。好，那我们有服在这个权柄底下，就怕那些不服在权柄底下，然后自己可以抓着一个哎呀神感动我，你就爱干嘛干嘛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有回答。对，其实师母您说的对，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根基点啊，就在于你的侍奉到底为了什么？对，你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你自己？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都被骗了，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不管是我为什么要争这个位置的，说到底你还是为了自己吗？是吗？为了别人能够看到我吗？那其实我们的侍奉的原则是让别人看到神，而不是看到我。不管我是做光还是做盐，对吧？不管我是做什么，总而言之是我要人去见耶稣，对，是带到耶稣面前，不是带到我面前。所以呢，可能做盐那一部分呢更安全一点，更加容易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而做光呢，其实有的时候做光有另一面，我们看到这个光也是把一些人他的黑暗照出来，所以光也并不是做的那么风光的啊。好像我就是一个明亮的吸引你的，其实光有的时候需要去做真理，去做这个，有的时候要去教训。那这些东西去照到别人的黑暗的时候，别人也是不喜欢的。所以如果别人还是不喜欢你，你就是做光了，也没有人喜欢你，对不对？看到你还是抨击你，还是逼迫你的时候，那你又怎么面对呢？所以还是归根结底走到一个点，就是你做侍奉究竟为了谁？对，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尊主为大？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能够抓住的那个根基哈，所以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去跟别人争，或者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不满意这个岗位，离开这个教会的一个借口哈，是吧？是我们在侍奉之前，或是在侍奉并行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或是我们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安静自己，去对付我们心里那边一些不管是过去的伤口啦，没有处理的情绪根结啦，那些东西真的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其实我也很怜悯那些切身的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想要被肯定？因为他们没有被肯定啊，对不对？他们就是没有安全感啊，
然后想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对不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想要抓住别人的肯定。那其实神肯定我又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我就要人肯定，那就很容易心就偏了。好，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被光照过，一一的对付。不然的话，你怎么歪的你都不知道。真的，有一次，上完一堂课，然后他们就让一个姐妹祷告，她祷告了完了以后，哈，我们就结束了嘛，哈，就她就转过头来说：“师母，我刚刚祷告的怎么样？”然后我就愣住了，我说第一个，你为什么要问我？我根本没有在注意你祷告的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我说你不是祷告给神听的吗？神 OK 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问人我祷告的怎么样？对不对？就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怎么会去看说，你看看我表现的怎么样？你跟我说说我表现，好怪啊！对，就是已经你这个心已经不对了，对啊。可是我后来回头想想，我也有一点后悔，人家就只是想要被摸头哈，我就摸摸他的头就好了，我干嘛这么直接了就说出来？我你这祷告的心已经不对了，我干嘛那么直接？我得罪人了，我好傻，对。就是你也做了一回光。我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我干嘛跟人家那么较真啊？就是人家只不过对，就说他只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也许只是想要跟我互动哈，然后就想要被我肯定一下啊，没有想到没有被肯定，还被说了一顿。虽然我不是故意说，我就无意，就是一个反射条件的反射，条件反射，我真不是故意要说他，也不是，只是看到就说出来，然后再摸一摸头就好了。现在补一下来不来得及？你祷告的很好，感谢神，继续加油，对不对？对啊，我觉得小朋友他还是需要我们肯定的那种，对。但是其实等长大了，他就知道了啊。后面其实您的补充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先摸一下头再补充就更好了，可能。对，没有想太多，你知道吗？随时随地给我一个考题这样子，对啊，感谢主吧。对，我觉得挺好的提醒啊，让我们真的知道，就是不要看清我们自己，因为神已经看中了我们，是吧？那我们做什么都不太重要啊，只要神让我们做就好了，我们也不用纠结啊。然后我们在这当中也能锻炼出我们自己的一种在神里面的一种信心嘛，因为神看我们都是公主和王子，我们还需要别人肯定吗？只需要神肯定就好了，是吗？这是个操练，需要努力，需要努力的操练，对，每个人都需要。去。